兄弟們，上個視頻我們介紹了給 780M 核顯小主機安裝 SteamOS 3.9， 對於玩迷你主機的朋友，能安裝 SteamOS 等於開展了另一個新賽道，把迷你主機的作用拓展到客廳，尤其是在內存和 SSD 漲價的時代，我們可以靠它度過這艱難歲月。好吧，也有朋友認為還是應該給 Windows 一個存在的機會，我們普通人還是要物盡其用啊。其次，還有很多沒升級 780M 核顯的朋友，剛買了1000元終端機 6900HX、6800H， 還有7735HS 馬甲 U， 想接着苟下去。今天我們想繼續探索 SteamOS 用於 X86 小主機的邊界。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 680M 核顯小主機在 SteamOS 下的體驗和感受。重新打開這一台小主機，它開蓋安裝配件還是很 easy 的。我們直接把上次在 780M 核顯下安裝好的 SteamOS 系統盤裝在第二個 M.2 PCIe 接口上，雙系統的硬件準備就弄好了，是不是很簡單啊？啟動系統，進入 BIOS， 來到啟動設置菜單 ，U 盤是第一啟動盤 ，Windows 是第二啟動盤。我們這時看不到 SteamOS 啟動盤。往下，在這裡 UEFI NVMe Drive 選項裡，我們看到了 NVMe 啟動選項。好，我們先就這樣。此時啟動的是 Windows 11系統。如果我們要切換到 SteamOS， 那麼重新進入 BIOS， 在這個 UEFI NVMe Drive 選項裡，把 UEFI OS 和 SteamOS 的順序往上提。把 Windows 系統排在最後面，這樣下次啟動就會直接進入 SteamOS 了。這就是我推薦的安裝 Windows 和 SteamOS 雙系統的最優方案，它兼顧了獨立性和性能。首先是系統獨立無干擾，做到了完全的相互隔離，兩個系統各自更新的時候 SteamOS 不會覆蓋 Windows 文件， Windows 也不會覆蓋 SteamOS 文件。第二，性能不會打折，各自安裝在不同的 PCIe 插槽裡，都能跑滿 4.0x4 的最大帶寬。第三，切換系統極其簡單，進 BIOS 裡修改啟動順序，或者有些小主機可以按 F7 進入啟動菜單裡選擇，很方便。特別注意的是，一定要各自單獨安裝各自的系統，也就是安装 Windows 時，不要把 SteamOS 的盤也裝上去；安装 SteamOS 時，不要讓 Windows 盤也插在插槽上。它們各自單獨安裝好之後，再放在一起，就会有一個完美的雙系統。這就讓我們能夠穩定安全的使用 Windows 和 SteamOS。我們使用上周介紹的即摩克 M7 Ultra 來體驗 680M 核顯下的 SteamOS。我們仍然先來看看 Steam Machine 的接口配置，和我們 680M 核顯小主機放在一起對比一下。Steam Machine 的 CPU 是6核12線程的 AMD Zen 4。最高 4.8G 赫茲30瓦 TDP， 這個 CPU 應該最接近 Ryzen 5 7640U， 不如 7640HS。上次測試的這顆 6850U 和 7640HS 相比，多核是接近並領先的，單核稍微落後一點，差不多算打平吧。那麼和 Steam Machine 的定制 U 相比，可能稍微領先一丟丟。GPU 上 Steam Machine 是 28CU 的 RDNA 3。比 680M 核顯 12CU 的 RDNA 2要高很多。28CU 的 RDNA 3看起來和 Radeon 7600M XT 接近，很想知道能不能打過最強核顯 8060S。8060S 是 40CU 的 RDNA 3。接口方面 Steam Machine 就要比我们的小主機遜色不少，千兆网口不如雙 2.5G 网口，還沒有 Type-C 接口，更不是雙 USB 4。也沒有 Uplink 接口 ，HDMI 也不是 2.1 的。Steam Machine 的體積接近4升，比 0.96 升的即摩克 M7 Ultra 大了接近3倍。所以說，我們這台入門迷你 Steam Machine 體積要小很多 ，CPU 差不多 ，GPU 弱很多，接口強很多。啟動 SteamOS 進到設置裡，大家發現沒有
4K 显示分辨率下 UI 字体太小了，沒關係，我們可以調整它。現在合適了，遊戲大屏顯示也更合理了。我們進系統看看我們的配置 ，SteamOS Holo 3.9 已經更新到12月4號的版本，已經識別出我們的 CPU 是 Ryzen 7 Pro 6850U， 顯存大小是我們在 BIOS 裡設置的8G。看看我們的網卡，板載有線網卡和無線網卡都已經識別了。音頻也沒問題，藍牙連接 Xbox 控制器也沒問題。說句實話，我上次在 780M 核顯小主機中設置好之後，放在這台 680M 核顯小主機上，就直接使用了，啥也沒改，是不是很爽？都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現在我們來測試遊戲《賽博朋克2077》1080p 低畫質。FSR3 平衡模式，没開光追，開啟真生成，跑性能測試。72帧，記得上次 780M 核顯示78帧，咱們低了10%。還行吧。古墓麗影暗影 1080p 高畫質，運行性能測試。平均幀41幀，比上次的780M 核顯的45幀低了4幀，也是低了10%。地平線式的優化實在很好，是唯一能讓我們在 680M 核顯上也能放肆一下的。我們使用了 1080p 超高畫質，平均一直跑在70幀以上。玩地平線式 680M 核顯，隨便 1080p 最高畫質跑60幀真沒問題。咱們這台 Steam Machine 下跑地平線式的感覺真是太爽了。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普通場景80幀左右，複雜場景60幀出頭。地平線5也是咱們這台迷你 Steam Machine 表現很好的遊戲。我們使用的是原始分辨率，沒啟用 FSR。1080p 高畫質，跑平均60幀沒問題。當然，它達不到地平線式 1080p 最高畫質通殺的水準。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自定義畫質 FSR3 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63幀每秒，比 780M 核顯少了9幀，差了一點。實戰一下。
這就是我們打造的 680M 核顯入門迷你 Steam Machine 的遊戲體驗。說實話，比起 780M 核顯，幀率至少低了10%，但確實能玩啊，很多遊戲保60帧沒問題。我們如果使用雙系統 Windows 加 SteamOS， 辦公遊戲兩不誤啊。還有啊， SteamOS 是基於 Arch Linux 的桌面下，各種 APP 也是隨便裝的，谷歌瀏覽器也很方便。閒暇我們還可以學習一下 Arch Linux， 好吧，這算是工作、學習、娛樂三不耽誤了。最後，硬件兼容性上，我們這次測試了迷你主機即墨克 M7 Ultra， 它的 CPU 是 6850U， 一款含 680M 核顯的 APU， 它們的 RZ616 Wi-Fi 6E 無線网卡和藍牙，還有板載有線网卡英特爾 i226-V 都順利通過兼容性測試，都能完美兼容 SteamOS 3.9 系統，非常好啊！我個人希望所有的 AMD APU 小主機都能兼容我們的 SteamOS 3.9。接下來我們會繼續使用迷你主機來測試 SteamOS。大家是希望看到比 780M、680M 核顯更舊的 APU 核顯，比如 Radeon Vega 8，還是更希望看到更強的 APU 核顯，比如 HX370 的 890M 或者 Max Plus 395的 8060S 的測試呢？自從測試 SteamOS 小主機以來，遊戲也打多了，內存讓它漲吧， SSD 讓它漲吧，我們躲進我們已經擁有的小主機裡，快快樂樂的玩耍去了。好了，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我是老白，歡迎大家點個關注，謝謝朋友們的觀看，再見。